在上一期的视频中，我清洗和修复了这台稀有的 CCG 中华学习机，还通过逆光法进行了漂白复原，最后运行了一个能画图的 logo 程序。那这期视频咱们来看一下如何让一台30多年前的电脑变成画画仙人。Logo 是一种教育性编程语言，它的名字来自希腊语 logos。在希腊语中，它既有规律、原理的含义，又代表了思考、计算。它的设计目的是创造一个易于被孩子接受的数字世界。它的定位和它完美的继承者 Scratch 是几乎一致的。Logo 语言由 Seymour Papert、Wally Foyzig 和 Cynthia Solomon 于1967年在马萨诸塞州 BBN 公司以 Lisp 语言为模型创建。从1968年开始，在马萨诸塞州列克星顿的 Muzzy 初中进行了实验性教学。最初的 Logo 语言是没有大家所熟知的代表性的小海龟的。在1969年，为了让孩子们更直观地理解位置、方向，海龟被设计了出来，但它是实体的，被称为地板海龟。海龟的出现实现了 Papert 所称的身体协同推理。学生可以通过把自己想象成海龟，然后要做什么，来理解、预测和推理海龟的运动。随后，标志性的显示海龟出现了，它可以方便地模拟海龟机器人的实际运动逻辑，根据相对于其自身位置的命令移动，让使用者可以得到即时的视觉反馈和进行图形编程的调试。在现代编程语言中， Scratch 和 Python 都有类似海龟的设计，可以像 Logo 语言一样编程，而 Logo 语言的分支甚至已经3D 化。Logo 就像它的名字所表达的道一样，不断地传承和演进着。和 Apple II 不同的是，中华学习机的 ROM 中固化了 Logo 语言，这应该是源于当初设计中华学习机的目的就是普及青少年计算机教育。但是 Logo 更擅长数学表达，画出规则的几何图形。如何让 Logo 画出位图的感觉呢？我想到了扫描线的方式。首先，受分辨率的限制，将需要绘制的图形低分辨率化。在绘制图形的时候，就可以让小海龟模拟传统 CRT 显示器那样一行一行用扫描线的方式绘制图形。没问题，直接整个 Python 程序分析图形，然后生成绘图的 Logo 代码。分析的过程中，将每一行像素中不需要绘制的格子填0，需要绘制的填1，然后再统计连续的0和连续的1的长度。这样，小海龟就知道要提笔移动多长距离和落笔画多长了。代码整完，运行一下试试。没问题，程序直接输出了绘制这个图形的 Logo 代码。不过还有一个问题，生成的代码怎么弄到中华学习机上去运行呢？最简便的方法可以直接通过软盘来传输数据，但是中华学习机是 Apple II 的仿制机，它使用的软盘分区格式和 PC 使用的 FAT 分区格式并不兼容。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仿真软区来曲线救国，在 PC 上通过模拟器制作磁盘镜像文件，然后用仿真软区加载，从而让中华学习机读取数据。来试一下吧。中华学习机可以使用 MAME 来模拟，没错，就是那个著名的街机模拟器。启动后加载一个磁盘镜像文件。因为中华学习机的键盘和 PC 不同，还要调整下键盘模式，进入 Logo 编程环境。第3个问题来了，模拟器不支持复制粘贴，那怎样把我们生成的代码贴进模拟器呢？手敲吗？手敲还要模拟器干嘛？懒惰改变世界，我们用 Python 来写个模拟键盘输入的程序不就行了？让程序模拟一个字一个字的敲进去。好了，这时候可以去喝杯茶了。测试运行一下。
没问题。那就把程序保存到磁盘镜像文件中吧。OK， 完工。按照之前的设想，用仿真软驱在实机上运行试试吧。Logic.